我天生重欲，胸大腰细，家里一朝落败，我与娃娃亲竹马结成假夫妻。新婚夜，男人望着我红了脸。小姐身份高贵，不敢高攀。我身子一软，担心怪癖暴露，不愿洞房。涨红耳间怒骂下流，却看见弹幕闪烁。女配真傻，操哈男主他不爽吗？傻孩子，你的怪癖对他来说是奖励。他8块腹肌弓狗腰，真能把你喂饱。我听信谗言，颤颤巍巍解开肚兜。别，那里脏。一夜纵情，我揉着酸痛的腰。喂饱还是榨干，我分得清清楚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新帝登基，我爹成了杀鸡儆猴的鸡。一朝圣旨下来，就要流放千里。他不忍我跟过去受苦，把我快马加鞭送去乡下找我曾经拒嫁的童养夫。只要嫁了人，我就不再是罪臣之女。我站在门前，挣扎一番后，还是敲响了房门。嘎吱，门开了一个小缝，那张脸也暴露在我眼前。和京城里金尊玉贵的公子哥不一样，他长得棱角分明，脸被太阳烘得汗津津的，冷硬的下颌线紧紧绷着，胳膊上的结实肌肉看着就蓄满了力量，心跳随着他的靠近而加速。没想到当初那个又黑又瘦的穷小子也变了大样。慌乱中，我别过脸，注意到我的异常。裴燕山眼中闪过一丝惊诧。江小姐，我尴尬地轻咳一声，试图掩饰内心的慌乱。那个，我没事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裴燕山点了点头，推门把我带了进去。院里坐了位姑娘，正在补衣。这是谁啊？我面色一正，又只能强迫自己挤出一抹微笑。我是裴燕山的未婚妻。此话一出，姑娘脸上的笑容变得僵硬。她低着脑袋，手指紧紧抓着衣裳，如坐针毡一般反复挪动。我提着手里的包袱，心头一紧。难道这是裴燕山娶的妻子？我这时候来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？正琢磨着，空中突然浮现几行大字：坐等女配质问，被男主赶出去。做精女配就是男女主感情的助燃剂。女配这个傻子都要被流放了，还端着大小姐架子。视线从他们身上扫过，我用帕子沾了沾额上的汗，干笑两声开口：哟，你都娶夫人了，我也没来得及备上礼钱。裴燕山拧着眉，似有不解。什么夫人？视线划过，那姑娘突然涨红脸。你别乱说。撒开衣服就跑进屋里。女配只是他们 play 的一环。这么一看，女配也挺可怜的。男主好心收留她，她却给男主戴绿帽子，真的可怜吗？我真是想不通，这么壮的一个男人摆在面前，女主干嘛去找小白脸？那一行行字看得我眼花缭乱，我绞尽脑汁才拼凑出一个答案。我在一个画本子里还是个作恶多端的女配，裴燕山是男主，刚才那个姑娘就是女主。不等我伤春悲秋，裴燕山的声音就把我拉了回来。江小姐此行可是有事？女配死要面子，欺骗男主有什么好下场？我看着她深邃的眼睛，想起那些字里的警告，终究还是决定实话实说。我拿出父亲的信，惴惴不安地等着他看完。合上信纸，他蹙紧眉头。江小姐，乡野之地没有城里的锦衣玉食，你当真愿意？我点点头，殷切的目光落在他胸上。好吃不好吃的倒不重要，他看起来很好摸啊。无碍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这个道理我懂。裴燕山扯了扯嘴角，倒也不必如此说。握紧的双手骤然松开，裴燕山脸上闪过一丝意味不明的笑。如果小姐顾虑，我们也可以做一对假夫妻。假夫妻也好，我只当是裴燕山对那姑娘有情，想着以后补偿她便是，毕竟现在保命要紧。曾经为了不嫁她，我也算是坏事做尽。身为江家唯一的小姐，我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被娇养18年，是京城人人都知道的金贵小姐。可我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怪癖，自及笄以来，夜里我总觉浑身烦躁，欲念浓烈。看见壮硕俊美的男子，总想多看2眼。本朝戒律森严，对女性尤为严苛。成婚当日，若非处子之身，是要陈堂招众的。我心痒难耐，
只得日夜诵经，希望用青绿归戒压制内心的欲望。家里遍寻名医，都没有找到解决之法，只能授我欢愉秘法，将我在家里留了1年又1年。所以那年瘦小的他上门求娶时，我想也不想就拒绝了。长得像个榆木疙瘩一样，怎么讨女人欢喜？可如今我看着他，心底却燃起一股欲火。临行时，父亲留了一大笔钱给我，都是他的私产，只想让我体体面面出嫁。可我没想到，我把那些钱拿给裴燕山时，他眼都不眨就拒绝了。娶媳妇是男人的事，怎么能用你的钱？他说的有理，我也没再强求，本就是走个形式，我想一切从简。裴燕山却不愿，硬是准备的礼数齐全。简单拜堂后，我被牵着送进了临时准备的新房。盖头掀起，裴燕山面色如常，他抱起被子就铺在地上。我睡地上，你睡床。大红的喜袍穿在他身上，结实的臂膀愈发显得张扬。我咬紧嘴唇，身下不自觉泛起一阵湿润，似乎是到了特定时候，那行字又有了变化。女配真傻，这时候男主还是喜欢她的啊。谁让他作死，红杏出墙，消磨男主感情。男人就要壮壮的，也不知道女配什么眼光。女配，你上啊，你男人可行了。露骨的话一句一句响，我瞠目结舌待在床上。龙凤花烛噼里啪啦燃，裴燕山抱着被子准备在地上合衣而眠。窗外酒席还没散，能听见隐隐约约的吵闹声。你们别乱说了，男主可是要给女主守身的，就是纯情男主只会喜欢一个人。我不死心，跪在地上拉着他的手放在领口。夫君，我好看不好看？烛火渺渺，我的心砰砰直跳。裴燕山诧异于我的举动，瞬间红了脸，像是碰到了火一般，迅速收回手。可力气太大，竟扯掉了我领口的扣子。白皙的皮肤暴露在空气中，裴燕山的脸红得滴血。别勾引男主了，他真的会睡不着。我咽了口唾沫，指尖划过胸前，手下的男人一阵轻颤。女配真是个大馋丫头，不喜欢就别吊着男主啊。放心吧，他就是假正经，要为后面的小官守身呢。那些声音对我的不满愈演愈烈，身下潮水泛滥，我心一横，解开小衣。夫君，这么好看的娘子，你喜不喜欢？肚兜落下，裴燕山落在我身上的眼神瞬间暗了下去，喉结上下滚动，我扑进他怀里。夫君，你亲亲我好不好？指尖流连，他红了眼，一个天旋地转，我被他压在身下。小姐，你当真愿意？一夜纵情，第二天我浑身酸痛。醒来时，裴燕山的手还搭在我腰上，他身姿壮硕，一只手便可环住我的腰。想到昨夜的事，我不禁红了脸。那些话说的没错，他确实很行。没了服侍的人，我挣扎着要起身，他大手一掀，把我裹进被子，便起身离去。没一会儿，他端来一盆温水，浸湿帕子就要往我身上擦。一帕子下去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胳膊上起了一层红印子。见我疼得皱眉，他放开胳膊，脸疼得变红。我想给你擦擦。帕子在他手里被揉成一团，我吹了吹气，看他局促不安，倒生出一分淘气。夫君，好疼啊，你给我吹吹好不好？我贴着他的胳膊，看着红痕，吻上他的耳尖。我擦，女配变心了？好好的剧情不走，搞什么觉醒啊？我不顾那些字的反对，捏了捏他的耳垂。反正是我的男人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等梳洗打扮好，已经过去了一会儿。堂屋里的茶凉了又凉，裴燕山牵着我进去时，妇人的脸色白了又白，看我的眼神恨不得要把我生吞活剥。想必她就是裴燕山的养母沈翠红了。江小姐真是好大的架子，我们家庙小可伺候不了您这尊大佛。我缩了缩手指，挠挠裴燕山的掌心。闻声，他率先跪了下去。母亲莫怪，是儿子不好，昨夜闹他闹得久了。此话一出，沈微微先变了脸，她眼里噙满泪水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可怜女主，男主不干净了，都怪这个死女配，勾引男主干嘛？即使裴燕山把责任都揽了，
那妇人的脸色依旧没有好到哪去。她端着茶盏，抿了一口。你与女子接触少，莫叫狐妹子勾了魂去。见她说话难听，我也不愿意低头。女配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大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女配毕竟是千金小姐，看不上乡下人很正常啊。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我扫了一眼，那日没细看。沈微微长得确实是温柔贤惠。裴燕山默不作声，在地上铺了垫子，自行跪了下去。母亲，江小姐毕竟是我的娘子，您看在儿子的面子上，莫要为难她。我扶着裴燕山的手臂，半靠在他身边。演戏吗？这点手段谁不会？只一个低头，豆大的眼泪就砸在地上。夫人说儿媳是狐妹子倒无妨，不过喜欢狐妹子的都是浪荡子，意思可是说夫君是那等浪荡之人。听了我的话，沈翠红喉咙一紧，一口气险些没上来。沈微微拍着背给她顺气，还不忘瞪我两眼。表哥，他们这种小姐最会演戏了，你可别被骗了。裴燕山被我突如其来的眼泪惊住，手忙脚乱地来擦，粗粝的指尖落在脸上，他皱了眉。母亲，江小姐的身份想嫁状元郎也是可以的，她不嫌弃我身份低微，我更不能纵容别人欺负了她去。他打翻准备好的敬茶，扶我起了身。若母亲不愿安好相处，儿子便分家了去。听到要分家，沈翠红猛地站起来，她不住叹气，最后还是接了我的敬茶，想敲打我两句，也被裴燕山的眼神唬了回去。女配牛啊，直接把坏女人给整了，干得好，要不是他，男主也不会受这么多苦。起先我也纳闷，我堂堂小姐怎么会有他这样一个操人的娃娃亲？问起时，父亲只说裴燕山早年被人掳了去，得了好心人的收留。后来裴家想寻他回去，他不愿，坚持要供养妇人的晚年。如今看来，是不是好心人收留还真不一定。回了屋，裴燕山拿了锄头就要去下地，我不愿一个人待着，便缠着一起去。他为难了一阵，最后松了口，从箱子里翻出一把破旧的伞。田里晒，你娇嫩。我笑了笑，踮脚吻在他脸上。真好，还挺会照顾人。村里人知道他娶了个新媳妇，不怀好意的眼神一个劲往我身上瞟。裴燕山把我挡在后面，遮住了那些讨厌的目光。我打伞坐在田垄上，看他翻土，汗水顺着他的下巴滑落，滴在土地里。他毫不在意的一抹，继续埋头苦干。太阳晒在人身上，暖烘烘的。不出一个时辰，沈微微拎了食盒来地里。许是天气有些热，她衣领微敞，动作间带出一股芬芳。一碗堆满肉的面条被端出来，沈微微献宝似的把面条捧到裴燕山面前。她端着碗，一步步朝我走过来。小姐，饿了吧？香气扑鼻，肚子里的馋虫被勾起。我接了碗就要吃下去，余光瞥过沈微微，她咬着嘴唇，仿佛下一颗泪就能滴出来。我吃了一口，把剩下的喂给裴燕山。筷子还没碰到裴燕山的嘴唇，就被人一把推了过去。好好的面条撒了一地，我也滚进了土堆里。不吃就不吃，推我干嘛？沈微微涨红了脸，男人怎么能吃女子剩下的东西？裴燕山看都没看他，只把土堆里的我捞起。我被他抱在怀里，那些字开始滚动翻转。女主好心送饭，女配凑什么热闹？女配能不能赶紧出墙？真不想看她。没人觉得女主有点比不上女配吗？女主毕竟是这个世界的思想，封建一点很正常啊。女配有什么好的？她后面还给男主戴绿帽子呢。我攀住裴燕山的脖子，在他们俩之间来回扫视，随后对着沈微微扯出一个微笑。微微姑娘，这是我们夫妻间的小趣味。她微微咬了一下嘴唇，怯生生地看着裴燕山，眼角发红，盈了一眶泪水。表哥，我只是想让你好好吃饭。不等裴燕山说话，他就捂着脸跑开了。裴燕山脚步一顿，看着他离开的方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迷茫。男主还不知道呢，心疼就是喜欢啊。男主爱而不自知了。有女配这样的大美人，女主还怎么吸引男主？我学着沈微微的样子，把裴燕山的脸掰回来。夫君，脏了，你抱我回去。还没进门，
就听见了院里的啜泣。一进门，那声音顿时提了上来。裴燕山顿了一下，还是先抱我进了房。他拿了木桶出去打水，等了许久，他都没有回来。我心中不安，悄悄走了出去。烛火摇曳，影子倒映在窗上。我透过门缝看去，沈微微靠在沈翠红腿上，哭得梨花带雨。他们是假夫妻，你还有机会。妇人摸着他的头发，一脸心疼。你是不知道，村里的男人看他的眼神，万一有个胆子大的，红杏出墙的罪名够让他沉躺了。我不寒而栗，不过是为了一个男人，便要毁了我的清誉。果然和那些字说的一样。回房间时，裴燕山已经打好了水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，闻了让人口干舌燥。我端起茶壶，喝了足足2杯茶水。水温可以，我不看，你先洗。罗衫半退，裴燕山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喉结滚动。大掌抚上腰时，门却被敲响了。表哥，姨母有事找你。裴燕山艰难抬头，朝门外应了一声。桌上有糕点，饿了就先吃一点。我点点头，推了他出去。下腹的火热感越来越强。等他出门，我迅速出了水，裹了件裴燕山的衣服，悄悄躲在院里。不过1刻钟，沈翠红带着一个人蹑手蹑脚走进院子。等微微以后做了夫人，好处少不得你的。男人轻笑2声，一脸急不可耐。2人推门而入后，我火速冲上去反锁了大门，随即冲出去寻找裴燕山。沈微微房中烛光暗淡，我鬼鬼祟祟地戳破窗户纸，隔着轻纱，沈微微穿着清凉，紧贴在裴燕山背上。表哥，你别走。裴燕山浑身僵硬，艰难地推开他。微微，我只当你是妹妹。衣服一件件褪下，很快就只剩一件肚兜。裴燕山双耳通红，闭紧双眼，却始终不肯离开。怒从心中起，什么老实人，看见女主就走不动路，都是假的。表哥，你看看我吧。汗水从额上滴下，2人身躯即将贴近的瞬间，我破门而入。夫君，你们在干嘛？听见声音，裴燕山猛地睁开眼，我这才看见他的腿被绑在桌子上。看见我，沈微微活像见了鬼。你不是？我皮笑肉不笑，我不是怎么？我不是应该在男人床上对吗？他脸色微变，旋即又恢复正常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压下心头的怒气，上去甩了他2个巴掌。勾引别人相公，你不要脸！打完他以后，我又对着裴燕山啐了一口，真脏。说完，我扬长而去。裴燕山慌了神，情急之下，一把拽断了绑着腿的布条。村子连着山，夜里风一吹，冻得我浑身发抖。即使如此，我也断不能再回去。他若来追我，那就是沈微微自作多情；他若不追我，我带了钱也能付得起回去的路费。我靠在树上，望着月亮，不知道父亲此行一去怎么样。许是云挡了光，头上落下一片阴影。我抬头，裴燕山站在我旁边，一言不发。月光映照下，他眼圈微红。他搓了搓胸前的衣服。我不脏，我没有碰他。他埋着头，声音闷闷的。她是母亲的外甥女，我不能让她难堪。看着她这副委屈的样子，我恨铁不成钢，戳了戳她的肩膀。他都对你图谋不轨了，你还怕让他难堪？我那么大一个糙汉男主给我调成狗了？好好的剧情，觉醒就让女主变坏人？就是只会写词境吗？恶心！听着这些声音，我不由得重新审视一番。你对沈微微有什么感觉？听见沈微微的名字，裴燕山原本蹙紧的眉更紧了几分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当初上门求娶，见你那一面，我心里就只有你了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在看见你来找我时，我欢喜极了。他缩肩低头，声音如蚊子一般细小，几乎被风声掩盖。可是不知为何，我总想多看他一眼，他一说话我就控制不住自己。我笑了笑，这人还挺诚实。知道画本子吗？你们俩就是画本子里的一对。裴燕山摇摇头，他看着我，眼里满是迷茫。我只想要你做娘子。顿了顿，他又接着说，
如果不行，我只会一个人。我笑出声，戳了戳他的脑门。走累了，抱我回去。他俯下身子，把我稳稳当当地抱起。回到家里时，沈微微已经穿好了衣服，她面色如常，甚至还叫了我一声嫂嫂。我心里纳闷，身体却累得很。走到房门前，我才想起屋里还关着人，一开门便是哭天喊地的声音。沈翠红倒在地上，紧握衣领，角落里的男人衣衫半露，眼含凶光。屋子里的桌椅东倒西歪，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。裴燕山胳膊一横，挡住我的眼睛。报应啊，害人不成反害己。这一晚热闹非凡。裴燕山把我放在小屋里睡觉，他去处理这些事。第二天醒，他就在门外哭爹喊娘。城里的小姐竟也使烟杂手段，毁我老婆子的声誉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揉了揉眼睛，吐出一口浊气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裴燕山面露难色。母亲说是你构陷于他，许是怕我误会，他紧接着说他知道不是我，只是想让我证明一下清白。我勾起嘴角，点了点头。夫君，香是我点的，那是人家想和你在一起。至于他们怎么进去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听见是外男，我怕得要死，只能锁上了门。我晃晃裴燕山的胳膊，声音无辜的不行。女配真下流，想出这样的馊主意。也不能这么说吧，毕竟是死女人想害他。演习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那崔晴香确实是我点的，难道只准他设计我，就不能让我反将一军？裴燕山摸着我的头发安抚。沈翠红见他不相信，又开始撒泼打滚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就为了这么个女人，你不相信我？可惜裴燕山的魂早就被我勾去了。他当机立断分了家住，在村子另一端置办了房子。他说毕竟是沈翠红好心收留了他，还把他养大，他不能放任不管。我理解他的心情，不过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好心收留，那可不好说。听说当初裴家出了100金都没能把裴燕山带回去，就冲这一点，裴燕山便笃定妇人待他是真心，更觉得裴家父母待他并不亲密。可他不知道，只要把他攥在手里，那就是花不完的摇钱树。但凡有点心机，又怎会轻易放手？再见到沈微微，是裴燕山让他给我送饭，许是因为之前的事。他放下食盒便要离去，我闻着香气，忽然把他叫住。我与他之间本来也没什么矛盾，我只想知道他喜欢裴燕山，是真的喜欢，还是如那些声音一般，只是因为所谓的男女主就要在一起。见我出声，他腾的一下红了脸，摆着手，眼里写满了拒绝。沈微微，你是真的爱他吗？我不是，我没有。一番挣扎后，他垂下头。姨母说，只有抓住表哥才能有好日子过。他低垂着头，肩膀微微耸动，像是在压抑心底的委屈。我只是不想再过苦日子了。我按住他的肩膀，从带来的箱子里拿出一身衣裳。许久不动的字幕也开始变化。我手一顿，怪不得是女主呢。女配干嘛？不要用那些臭钱腐蚀我们女主啊！不是，你该干嘛干嘛，女主自然有男主拯救啊！真是多管闲事。看着那些刻薄的话，我只想怼回去。什么有男主拯救？他明明自己就能拯救自己。什么都靠男人，那才是深不见底的窟窿。我给他换上衣服，精心打扮一番。铜镜里映出一个美人的侧脸。男人是最靠不住的，京城里女子也能上学堂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帮你。他紧紧咬住下唇，努力不让声音泄露出来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任由泪水打湿衣襟。那都不是你的错。早听说乡下的女子可怜，如今一看，她们只是不幸生在了火坑里。不是，怎么把女主也调成狗了？完蛋了，这下俩人都离不开女配了。我一边吃饭，一边看她哭，时不时安慰2句。还别说，她做饭真挺好吃的，这手艺和京城里的酒楼不相上下。我眼珠子一转，就想给她铺路。微微，你表哥对你好吗？她点点头。我对你好吗？她又点点头。那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？
他点头点得像小鸡啄米。你看看，女孩子多好哄啊！我盘算着计划，要想回去过金尊玉贵的生活，我就得让裴燕山心甘情愿回去。至于怎么让他心甘情愿，那就看沈薇薇能不能帮我找到有力证据。商量完毕后，我当着邻居的面把他赶了出去。沈薇薇哭着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傍晚回来时，闲言碎语已经传到了裴燕山耳朵里。我以为他会出于对女主的特殊感情指责我，没想到他只是擦了擦汗，从怀里掏出一打锦帕。你皮肤娇嫩，用不了那些粗布。握着那一摞各种花样的锦帕，我的心砰砰跳。谁说男子都不解风情？不解风情是因为不够上心。只是夜里我被粗布蹭得发红，嘀咕了一声，他便想到了这里。男人啊男人，真是蛮会收买人的。我指着桌上焦得发黑的饼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火大了，有些糊了。他毫不犹豫地坐了下去，一口咬了半张饼。入口一瞬，他神色变了几分，却还是嚼着吃了下去。婉婉，这些活你都不用做，我娶你不是为了让你照顾我。心头像吃了蜜一般。我勾勾手指，他就红了脸。耳边声音嘈杂，我却只想听裴燕山的心跳。沈薇薇拿着一后摞信过来时，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我还是被惊了一跳。沈翠红就这么大胆，私藏了裴家送来的所有东西，连亲爹写的信都不给裴燕山看一眼。我随便拿了一封拆开，信上密密麻麻的都是裴老爷对儿子的思念，从没收到儿子的回信，所以裴老爷不敢轻易来寻，以至于骨肉分离多年，心中仍有隔阂。见我脸色不好，沈薇薇出言提醒，那些钱许是都被他贴给了娘家。我思索一番，想要拿到有力证据，就要让裴燕山知道。沈翠红并没有他想的那般好心。我摸着下巴，想起了他曾说的话，让我红杏出墙，被裴燕山厌弃，那我就给他一个机会。在出门时，我特意多看了村头的书生2眼，既然是勾引，那就把戏做足。没几天，在沈薇薇的助力下，村里就多了些风言风语，说我常与书生眉来眼去。裴燕山回来时，脸色越来越沉，他蹙着眉，张张嘴，却什么都没有问。夜里我忍着欲望，装得一次比一次冷淡。他声音沉闷，只问了一句：小姐是不是过不惯这样的日子？我咬紧嘴唇，只说总觉得婆母看不惯我。裴燕山松了口气，把我揽进怀里。他不是有意的。3日后，我去了山后的破庙。等沈翠红怒气冲冲地带着裴燕山赶来时，我正伏在供桌上写字。别说书生了，整个庙里除了神像，连个人影都看不见。探究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眨着眼，夫君这是何意？沈翠红拎着扫帚在庙里找来找去。贱人，你把那个男人藏到哪去了？我藏住手上的信纸，却被他一把夺了过去。燕山，这一定是他与那人私通的证据。裴燕山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眼，手抖了几次才打开那张纸。沈翠红还一脸唾弃地看着我，甚至往地上吐了口水。我当这城里来的小姐都是什么好教养呢？耐不住寂寞就与人私通了去，真是好不要脸。可他没注意到裴燕山越来越红的眼睛。怎么样，燕山，母亲可没骗你。裴燕山小心翼翼地折好那张纸，穿过人群把我揽进怀里。一阵唏嘘过后，沈翠红摸不着头脑，上来就要把他拉回去。母亲已经报了官，等会儿就把他捉回去。裴燕山猛地甩开手。够了。笑容僵在脸上，沈翠红难以置信。他与人私通是要沉堂的，村里人都知道他和书生的事。我抓着裴燕山的衣襟，哽咽道：夫君，你可愿相信了？意识到大事不妙，沈翠红老脸涨得通红。贱人，你敢污蔑我！他越骂我就越哭。裴燕山脸色越来越暗，那些曾经的好都在一次次背叛中消磨掉。此刻他才愿意相信，沈翠红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。幼时的回忆让他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。沈薇薇带着捕快姗姗来迟，她拽住发狂的沈翠红，脸色晦暗不明，几番犹豫后终于开口：姨母，
就算您不喜嫂嫂，也不能这么构陷她啊。沈微微的话更证明了沈翠红就是故意陷害我。村民的眼神越来越唾弃。本朝戒律森严，污蔑他人私通也不是小事。有了亲外甥女的证词，沈翠红被关进去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朝堂上，他还想为自己辩解几分，可看着官兵在他房里搜出来的地契买卖文书，他终究死了心。那些印着裴老爷印章的文书是他给儿子的补偿。尘埃落定后，裴燕山如霜打的茄子一般。夜里，我照例脱去他的外衣，手却被按住。婉婉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书生那样的？我心中一诧，正欲开口就被他打断。供桌下露出的衣角，我看见了。男主别闹啊，他只是个配角啊。其实女配也还好吧，毕竟本来就是娃娃亲。我笑着吻了吻他的唇角，那是独属于他的气息。目光纠缠在一起，我俯身靠近。夫君，我喜欢不喜欢你，夜里你不知道吗？那些夜里的温情被勾起。扯落床幔，他俯身附上来，一双大掌飞快掐住我的腰。夜还长，欢喜不欢喜，我听你细细讲。那书生原是对沈微微有情，可他家境贫寒，实在是无力改变。通过沈微微牵线搭桥，我愿意发发善心，帮帮这些苦心人。沈翠红的目的暴露，裴燕山也没必要再留下去。沈微微帮我收拾好行装，我们一行4人浩浩荡荡回了京城。借着以前的脸面，我把沈微微举荐进了酒楼。本朝从不看轻女子，京城里也有很多女子做着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。有了资金支持，书生进了书院苦读，只等日后考试。多年未见，站在裴府门前，裴燕山还是不愿迈出一步。他手心出汗，走得比蚂蚁还慢。这么大一个汉子，脸上竟流露出了少许难堪。从前是我一意孤行了，我捏捏手心，被人蒙蔽不是他的错，那只能证明他心善。长子回归，裴老爷大喜过望，操办了酒宴为他接风洗尘。我作为他明媒正娶的夫人，自然陪在身边。角落里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，我急忙追了出去。那人左转右转，停在了一处小巷里。爹，你不是流放去了吗？男人转过身，笑得尴尬。这不是听说你回来了，爹就想看看。这么明显的谎话，鬼才信。他3言2语解释了实情。此番流放只是圣上做的局，为的就是揪出后面的有心人。我与裴燕山都是其中一环。当年裴燕山走失是有人蓄意为之，收留他的人也是设计好的棋子，只不过他们没想到棋子过于贪心，终究葬送了一切。裴老爷因长子离家，常悲痛。圣上不忍失去这个得力干将，听说了我和他的娃娃亲，就想到了这个主意。色诱，我沉着脸，不知作何表现。我爹讨好似的递上一捧金瓜子，爹看着，你们俩也挺合适吗？是了，早在裴燕山第1次上门求娶时，他就赞不绝口了。可惜当时我不愿意，我娘也不愿意。后来娘临去时特意交代，不能随便把我嫁出去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才在家里一留再留。他担心我嫁的是迂腐无情之人，更担心我因怪癖被人避如蛇蝎。不过幸好，我还有裴燕山。先前的亲事过于简单，为了长子的脸面，裴家决定重新大办。我又穿上了繁琐的喜服，坐着轿子晃晃悠悠进了裴家宅院。盖头掀开，露出裴燕山局促不安的脸。他端着整盘糕点递到我嘴边一块。婉婉，累了一天，饿了吧？我被逗笑，直接扯开他的衣襟，糕点滚落在地，红烛摇曳。我抓着他的肩膀狠狠咬下去。他倒吸一口凉气，擦了擦我的嘴唇。不疼，很爽，别把你累着了。我涨红脸颊，在鱼浪中翻滚，无耻下流。裴燕山一笑，抚上我的肩。可我觉得婉婉明明就很喜欢。我喘着气抵住他的额头，那些字变得越来越淡，几乎快要看不见。算了算了，写什么看什么吧。女配和男主倒也很好磕，不是很好，那是非常。
喂不饱的小姐和糙汉，绝了啊！我摇摇头，捂住耳朵，这哪里是喂饱我啊，分明就是把我榨干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